前面给大家展示这款套件是准备开团的 650W。这款套件在今年的8月份就在装备前线上发布了 IC 贴，公布了一些有关650的渲染图以及灵感来源。设计灵感是来自于《流浪地球2》里面型号为 550W 的量子计算机。那名牌的红色部分原点也很直接的致敬了 550W 的眼睛设计。配合背面金属感强烈的深灰色和侧面用来破面的分割折线，就算不说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流浪地球》的美术风格。我收到这款套件是电泳黄配色，上盖温润的质感很好的综合了底壳的金属感。右上角这里有一块束装的小屏幕，在下方还做了一个红色的小名牌，屏幕和键盘会更加的融为一体。如果你实在不喜欢屏幕那附赠了几颗甜胶名牌也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但因为我手里这款还是样品，所以替换名牌的部分并没有做螺丝的开孔，只能简单给大家用手顶着看一下了。看到侧面在这个位置上盖是做了一定延伸的，对底壳形成了一个半包围的设计。那其实本来在这个地方作者是打算做一个贯通四周的环绕灯带但最后因为结构上的不合理把灯带优化成了前后各一条，效果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接着来聊一下这把键盘的拆解部分。拆的过程是非常简单的，拧下上盖固定底壳的螺丝就可以直接分离了。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因为上盖的螺丝距离上盖边框的距离很短，打螺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螺丝坯和上盖边缘的距离。而且因为这个是电泳上盖，那一不小心就会获得一把战损的 650W， 像我这把已经是挂彩了，想想就心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内胆结构和配置那标配的是一张灰色的 POM 定位板，是比较常见的硅胶套 Gasky 结构，在中间的夹心棉部分做了一定的延长顺带给垫片位置做了一个 POM 泡棉的支撑。所以这款键盘的 Gasky 垫片应该算是双材质才对。在 PCB 板上的开槽做的还是比较极限的，中间部分和上排直接一条横槽，只有下排的一点连接来保证强度。在板子的上下部分都有一排密集的侧向灯珠。值得一提的是，这把键盘还支持一套磁轴的内胆，是后续可以选购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600到800这个范围，现在还不确定。那说实话这个价格蛮贵的，都可以再买一把磁轴键盘了。那实在有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选购一套磁轴内胆，后续也会支持这个 RT 还有8000赫兹的回报率。毕竟客制化铝坨坨加磁轴这个组合在目前还是比较少见的，好像还没有第二家这样做。轴体方面，我选择了圣歌工作室开团的罗曼轴团长是我的一哥们开这款轴体最初的想法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留轴体触底的声音，所以很大程度上的把底壳给封闭了。材料的话就是传统的老三样。那我手里这些轴体是用105简单手润过的，一致性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差别。那表现的话我还是非常满意的键帽的话我就准备了一套 JTK 的404。其实和这把键盘也不算太大毕竟是纯灰，看着有点素然后我某天在闲鱼上面闲逛，看到了之前手里剑清仓卖的001黑金配色，那就正好和这个键盘非常配了。但因为时间问题，这套键帽还在路上，所以就没有办法和大家演示了。那总的来看呢 ，650W 很好的结合了《流浪地球》的美术风格元素堆砌看着很让人舒服没有过分的留白，区域性的多线条切割也给的恰到好处，可以看得出来设计团队确实是有一定功底在这里的。那唯一让我觉得不太满意的就是这个电泳上盖非常容易划伤并且锁螺丝的位置设计的不太合理，这个战损确实让我心疼了小半天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